大家好，分享投资小知识的 Slow 萝莉来咯，欢迎来到雪萝莉的频道。这一期是加股股息投资系列。前段时间美国石油 WTI 的价格回落，最低回到了36到37块每桶附近。还记得我在第一期 EP 问的时候提到的，等待美国石油 WTI 回到35块每桶附近再加仓吗？虽然没有回到35块，但是36到37附近也是一个不错的低点。作为长期投资，就要做好分批建仓，逢低吸纳，降低仓位的平均价格。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捉住了这个机会，在这个位置加点仓位呢？虽然都说石油行业已经是夕阳红行业，但是未来10年以内，汽油汽车还是会占据着最低 80% 左右的市场。虽然新能源汽车势头强劲，但试问一下，如果今年你要换车的话，你会选择什么汽车呢？按性价比来说，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汽油车的。再者，以每辆车的使用期限5到8年计算，就算要把现有市场上的汽车都换成电动车，起码也要等8年，电动车的市场占据率才会跟上汽油车。而且石油是工业的血液，就基建工程就少不了石油的份额，所以石油行业还没有完全到没落的时候呢。高盛首席大宗商品策略家 Jeffrey Curry 周四10月23日的时候表示，在美元疲软、通胀风险上升以及主要经济体额外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的带动下，明年大宗商品市场将出现结构式牛市，其中能源商品的回报率将会高达 42.6%， 而黄金白银的贵金属回报率也有 17.9%。 这原因好大程度在于美元指数下降，推高了各种大宗商品的价格。当美国政府继续印钱派钱，那么商品价格被推高也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所以投资黄金白银这一类贵金属资产来对抗通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一期关于电信行业的个股 BCE， 大家记得订阅以及点击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。在加拿大的小伙伴一定都认识或者使用过 Bell 他们家的服务，不论是电话服务、网络光纤、电视订阅等等。Bell 在多伦多 TXX 和 NYSE 的股票代码都是 BCE。 在加拿大的电信服务里面，除了 Bell 就剩下 Rogers 一家公司了。其他的网络公司或者电信公司，他们所使用的网络线路其实都是租用 Rogers 或者 Bell 公司的线路，从而再次推出市场的。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两家公司是最早的电信公司，所以前期的基础建设的投入都归属于这两家公司的了。那么之后的后来者是无法重新开掘马路，铺设新的网路线路了，因此新开发的公司要运营电信业务，就只能租借这两个公司的线路了。所以这两家公司就像国内的3大电信公司一样，在加拿大占据着寡头垄断的地位。而 Bell 也是第一家在加拿大提供 5G 网络业务的电信运营商。在2019年和安省政府签出了一份15年价值 7.65 亿的合约，成为安省的公共安全电台网络的紧急响应者。Bell 主要的业务分成3个业务板块，在无线网络，例如手机的业务上，旗下的品牌除了 Bell 以外，还有 Virgin Mobile 和 The Source 等等。在有线网络，例如家用 TV、Internet、家庭电话这一类的业务上，旗下的品牌除了 Bell 以外，还有 Virgin Mobile、Fiber 等等。在社交媒体，例如广告、电视直播的业务上，拥有的品牌更是众多，和 TSN、HBO、Discover 等等都有合作协议，业务全面覆盖了加拿大的电信服务。在2019年 Bell 的财报中，我们分别看看3个业务的营业状况。
Bell Wireless 的无线服务，也就是移动端的销售增长是最大的，有 3.7%， 而且最能体现盈利能力的 EBITDA 增长有 9.1%， EBITDA margin 有 42%， 这么高的利润率得益于 71% 的收入都是来自于服务销售，对比于销售产品，销售服务的成本更低。Bell Wireline 的有线业务，也就是家庭和商用的网络连接业务，占据总体收入的占比是最高的，但是增长率却是3个业务板块里面最低的，只有 0.7%。 EBITDA 增幅也只有 1.7%， 但是 EBITDA margin 也有 43.8%。和无线业务的原因一样，来自于服务的收入占比比较高，占有 64%。 Bell Media 的媒体业务销售增长有 3.1%， 虽然收入占比是3个板块里面占比最低的，但是 EBITDA 增幅是最高的，有 22.7%， 而 EBITDA margin 只有 26.4%。这是因为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广告和订阅，但是费用会产生在购买播放版权上，所以费用相对比较高，利润率就没有另外2个业务板块高了。总体而言， Bell 的营业销售只增长了 2.11%， 但是净利润增长了 9.41%。 2019年末的负债率是 64.4%，Current ratio 比较低，只有 0.56， 主要是因为流动现金充足，大部分现金都用作于分红派息，回报给投资者了。2019年末的自由现金流也是正的。而在疫情期间，最近的第2季度财报，第2季度的收入有所下降，净利润大幅低于2019年 Q2 的原因在于产生了 4.49 亿的资产减值，这主要来自于固定资产的减值，属于一次性事件，不属于经营范围里面的。在疫情过后，这一部分的资产减值应该会回来的，只要不出售物业，就不会有确实的损失出现。再看 Q2 3个板块收入情况，就会发现总体收入减少了 9.1%， 而下降最多的属于媒体业务，下降了 31.2%。主要原因在于疫情期间，众所周知，各大企业都减少了广告支出，但是因为这个业务板块的占比最少，所以影响不算太大。而且 Bell 有足够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来应对这个不确定的时期。作为股息投资策略，最为关注的是股息率。BCE 以现在的价格计算，股息率有 5.93%，接近 6%， 自2009年以来，股息增幅达 128%， 一直保持着持续派息的记录。2020年股息增长率有 5%， 达到每股3块3毛3。他们家的 dividend payout 政策也令派息额度保持在 65% 到 70% 的自由现金流之内，属于安全范围内。而相比于加拿大的另外一家电信巨头 Rogers 以现在的价格计算，派息率只有 3.45%， 在派息率上就远远不如 Bell 的 5.93%。作为同样是加拿大有着 5G 网络垄断地位的电信巨头，未来的收益是可以预计的。而作为固定收益的投资类型，长线股息投资，我更倾向于投资股息率接近 6% 的 BCE。 不知道在看视频的小伙伴，你是怎么想的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哦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视频中的个股选择和分析都是萝莉自己的操作分享，不作为投资建议哦。股市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，只分享自己知道的东西，只做自己明白的交易。大家投资之前都要做好独立分析哦。如果觉得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，就点赞分享一下吧。谢谢大家观看，萝莉也要回去充电哦。